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如果你平时脾气比较暴躁，容易生气，早上起来还有口干口苦的情况，并且刷牙还不能够缓解的话，就要小心是肝火旺了。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3种食物对降肝火有帮助。第一种食物，蒲公英。蒲公英大家呢都很熟悉了，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蒲公英含有很多的营养成分，有清肝毒、降肝火的作用，经常吃可以养护肝脏健康哦。第二种食物，玫瑰花。玫瑰花也属于中药材，可以入肝经，有疏肝解郁、降肝火的作用，所以肝火旺的人没事儿也可以用玫瑰花泡水喝。第三种食物，苦瓜。我们都知道苦瓜呢有点苦，但苦瓜中含有生物碱类和尿素类物质，有清热解毒、降肝火的功效，对肝脏健康呢也有帮助。那肝火旺的朋友，平时呢还要保证好的睡眠，尽量别熬夜。还有呢，保持乐观的心态也很重要，因为肝主疏泄，情绪不好对肝脏影响很大，所以平时要多控制情绪，这样肝脏也会更健康。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月经是女人的标志，每个月女人都会来月经，但是当女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，就会进入绝经期。那多少岁绝经才算正常呢？其实正常情况下，女人绝经的年龄通常在45到55岁之间。对于快绝经的女性，身体呢会发出3个暗号，别忽视了。第一，情绪波动大。很多快要绝经的女性会出现情绪波动大的情况，容易生气、抑郁、情绪暴躁等。第二，身体潮热，这是女性绝经前的典型表现。如果突然感觉身体潮热、脸红发烫，就要小心，可能要绝经了。第三，月经紊乱，本来很规律的月经突然变得紊乱，月经颜色和月经量都出现变化，就可能是绝经前的信号。那该怎么预防提早绝经呢？可以在睡前呢做一个小动作，拍打双腿两侧，在我们大腿两侧沿裤线的位置是肝经和胆经的循行路线。晚上睡觉时，同时拍打大腿内侧和外侧3分钟，可以起到疏通肝胆经络的作用，对肝胆排毒、促进体内血液循环有帮助。那经常做这个动作，有助气血充足，让你绝经不提前。中我们会发现很多老人身上总有一股难闻的气味，尤其是50岁以后，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老人味儿。老人味儿大多情况下是人衰老过程中一种自然的现象。那么不想出现老人味儿，要尽量少做4件事。第一，吸烟。经常吸烟的人要注意，烟草中含有很多有害物质。50岁后，身体新陈代谢变慢，有害物质不能够及时的排出，堆积在体内会加速身体衰老，让老人味儿提前出现。第二，不注意口腔卫生。50岁后，牙齿健康很容易出现问题，如果不注意口腔卫生，就容易导致出现口臭或者其他口腔疾病，让你出现老人味儿。第三，不喜欢洗头。很多人年纪大了就变得不喜欢洗头，如果经常不洗头，头皮的油脂会堆积在头上，导致毛孔堵塞，很容易使人出现异味，从而加重老人味儿。所以50岁以后最好勤洗头。第四，熬夜。大家都知道，经常熬夜对身体健康不利。如果50岁后你还经常熬夜的话，很容易使人加速衰老，皮肤快速的老化，让人出现老人味儿。所以上面这4件事，50岁后尽量少做，这样可以让老人味儿离你远远的。平时还要注意个人卫生，多运动，定期检查身体，对预防老人味儿出现有帮助。陈哥，你看我好像又胖了。哎呀，少吃点就好了。我都少吃了呀，你说我就连喝点水都发胖。哎，你咋那么瘦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是干吃不胖啊。哎，真羡慕啊！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，为啥我喝点水就胖，而别人怎么吃都不胖呢？难道真是体质的事吗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。先说说喝水都胖，其实我们吃的东西都是要经过脾胃的。如果脾胃虚弱，运化功能差，那吃下去的东西和喝下去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运化，这样容易堆积在体内，时间长了就堆积成脂肪，所以人就发胖了。而狂吃不胖的人，
可能是因为吸收功能不好，而且可能是有糖尿病或者是甲亢等疾病。这样的人总是感觉饿，还容易渴，但是却吃不胖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。所以不管你出现哪种情况，最好及时进行调理，这样对身体健康才有利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。你说这天气一天冷一天热的。是。你说坐办公室里都冻大腿。哎呀，那得多穿点儿。要不腿都冻坏了。俗话说，人老腿先老，人上了年纪，很多人会出现关节痛、行动吃力等情况，给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，所以养腿要趁早。下面教大家2个养腿小动作。动作1：甩腿。自然站立，腰背挺直，抬起左腿，将左脚脚尖向前向上翘起，然后慢慢的向后面甩，甩1分钟，再换另一条腿，同样甩1分钟。如果站不稳，可以找墙壁当辅助。这样甩腿可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，疏通血脉，起到预防下肢萎缩的作用。动作2：身边放一把椅子，在椅子旁边站立，脚尖朝外，两脚打开，比肩宽一点，腰背保持挺直，然后像坐在椅子上一样蹲下去，保持5秒，起身还原再做，反复的做20次即可。这个动作有舒筋活络的作用，可以帮助延缓双腿衰老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注意生活中的一些伤腿习惯，久坐、久站、过度运动，腿部受凉，翘二郎腿几十载，匆匆忙忙，一转眼就到了中年。而45到59岁是养生的黄金期，也是身体机能容易出现问题的年龄段。所以想要健康长寿，就要记住2不急3不做。第一，饭后不急运动。虽然适当的运动对身体好，但是吃完饭后不要着急运动，这是因为这时大部分气血都集中到胃部消化，如果马上运动，很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情况。第二，睡醒不急起床。很多人都有醒了马上起床的习惯，这时可以选择赖床2分钟，然后再起床，因为如果起床太猛，很容易使血压升高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三，不生气。好的情绪可以让人精神振奋，增强抵抗力，但如果经常生气，情绪暴躁，就会影响内分泌，还容易使肝气郁结，对健康长寿都是不好的。第四，不贪咸。45岁以后的人吃饭时最好吃得清淡一点，不宜吃得太咸。如果摄入过多盐分，很容易诱发高血压、脑中风等疾病，影响身体健康。第五，不熬夜。好的睡眠是健康的前提。上了年纪的人如果经常熬夜，会使抵抗力和免疫力降低，这样很多疾病就会找上门。所以45到59岁这个年龄段要记住上面这5件事，这样到了晚年才会少生病，有助健康长寿。我看别人都穿裙子，你咋不穿呢？哎呀，我可不穿，冻大腿。而且我这膝盖和大腿呢，总感觉冷，我怕冻着了。那得想办法调理调理啊。如果你经常感觉膝盖冷痛、下肢无力、腰部酸痛，不妨查按一个穴位——伏兔穴。伏兔穴在大腿前面，找穴位时将手腕横纹放在膝盖上缘，然后手掌往下按，中指所指的位置就是。那伏兔穴属于足阳明胃经，具有温经散寒、行气活血的功效。按摩时用大拇指指腹进行按揉，每个穴位按揉5分钟左右。经常按摩伏兔穴，不仅可以畅通全身气血，还能够补养四肢肌肉，对缓解膝盖发凉、双腿麻痹以及腰酸背痛有很好的效果。那可以说是我们身上天然的小太阳了，大家赶紧用起来吧。那经常膝盖发凉的朋友，平时除了要注意保暖外，还可以在晚上多用热水泡泡脚，直到脚部微微出汗即可，这样也有很好的改善作用。痛苦的事情，很多人遇到便秘的情况时，都会选择吃香蕉，或者干脆吃点泻药。其实这些都不是太管用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揉腹方法，能帮你快速通便。首先平躺在床上，然后五指并拢，以肚脐为中心，顺时针按摩100下。按摩时面积从小到大，力度从轻到重，速度从慢到快。
直到腹部发红发热为止。然后将双手分别放在腹部的外侧，从上往下推揉，反复做50下即可，力度适中。最后将右手手掌心叠放在左手上，然后将左手掌心紧贴在下腹部，顺时针方向打圈按摩50下。按摩时稍微的用点力气，直到微微发热为止。这个方法连续做10分钟左右，早晚做一次，最好在饭后2小时后做。这个动作对改善便秘有很好的效果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你还有什么好的方法，可以在下面评论区留言。感谢收看《侃侃养生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